妈呀！两人怪叫一声，丢下失声的王大娘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王大娘孤立无援，看着我手里的碗，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，转身跌跌撞撞地逃了出去。我低头看向碗里，空空如也。看来声音和勇气这种抽象概念，并不会具象化成实物，而是直接被我吸收或者消散了。我只觉得喉咙一痒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竟然比平时洪亮了好几倍。床上的裴寂发出一声轻笑：“夫人好手段。”危机暂时解除，但穷还是穷，家里连只老鼠都养不活，裴寂的药也不能停。我决定进城，揣着破碗，我走了10里山路，终于看到了县城的城门。城里繁华热闹，酒楼林立。我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，目光锁定在城中心最豪华的醉仙楼。此时正值饭点，醉仙楼里人声鼎沸，饭菜的香气飘出2里地，而对面的悦来客栈却门可罗雀，掌柜的愁眉苦脸的拍苍蝇。这就是商机。我大步走进悦来客栈，掌柜的见我衣衫褴褛，手里还拿着个破碗，不耐烦的挥手：“去，没剩饭给你。”我把碗往桌上一拍，气势十足：“掌柜的，做个交易如何？”掌柜的一愣：“什么交易？”“我能让你这客似云来，把对面醉仙楼的客人都抢过来。”我自信地指了指对面：“事成之后，我要5成利，外加一顿满汉全席。”掌柜的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：“疯婆子，滚！”我也不恼，径直走到门口，正对着对面的醉仙楼。醉仙楼门口，几个衣着华贵的富商正要进去。我举起碗，眼神锁定那几个富商，心中默念：“诸位，行好，把你们的食欲施舍给我吧。”下一秒，那几个原本谈笑风生，准备进去大快朵颐的富商突然停下脚步。其中一个胖子摸了摸肚子，一脸茫然：“奇怪，怎么突然觉得一点都不饿了？看着这油腻的招牌就反胃。”“我也是，突然想吐。”“算了，不吃了，回家喝粥去。”几人转身就走。醉仙楼的小二傻眼了，连忙追出来：“几位爷，菜都备好了。”我没停，我把碗口对准了醉仙楼的大堂，那里坐满了食客。把你们对美食的渴望都给我。刹那间，原本喧闹的大堂安静了下来。正在啃猪蹄的大汉突然觉得手里的猪蹄索然无味，像在嚼蜡。正在喝汤的书生放下了勺子，一脸厌世。整个酒楼的食客仿佛集体得了厌食症。我端着那碗沉甸甸的食欲，转身走回悦来客栈。掌柜的还在赶苍蝇，见我回来，刚要骂人，我将碗口对着悦来客栈空荡荡的大堂，心中默念释放，一股无形的波动散开。原本坐在角落里喝茶凑数的几个穷酸客人，突然肚子发出了震天响的轰鸣。“掌柜的，有什么吃的？快端上来，饿死老子了！要肉，大块的肉。”与此同时，街上路过的行人，只要经过悦来客栈门口，就像是被勾了魂一样，疯狂分泌唾液，脚不由自主地往里迈。好香，怎么这么饿？这家店一定很好吃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吃10碗饭。短短一盏茶的功夫，悦来客栈爆满，甚至有人为了抢一个座大打出手。掌柜的彻底懵了，手里的苍蝇拍掉在地上，他看着那些狼吞虎咽，仿佛饿死鬼投胎的客人，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笑得一脸纯良的我。这是……掌柜的，我晃了晃手里的破碗5成利，现结。掌柜的哆哆嗦嗦地从柜台里拿出银子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尊活财神。“姑奶奶，您里边请，上好的雅座。”我拿着银子点了一桌子好菜，还打包了1只烧鸡和2壶好酒，正吃得欢。对面醉仙楼的掌柜带着7、8个打手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“就是这妖妇在搞鬼。”醉仙楼掌柜姓柳，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，他指着我，恶狠狠道：“我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拿着个破碗对着我家指指点点，我家客人就全跑了，定是用了什么妖术。”悦来客栈的食客们正吃得起劲，被这一打断，纷纷不满地拍桌子：“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正吃饭吗？”刘掌柜冷笑一声：“给我砸，把这妖妇的腿打断，扔出县城。”7、8个打手拎着棍棒朝我围了过来。悦来客栈掌柜想帮我，却被刘掌柜的眼神吓退了。我慢条斯理地啃完最后一口鸡腿，擦了擦手，拿起桌上的破碗站了起来。刘掌柜，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。刘掌柜怒吼：“给我上！”我叹了口气，看着那些凶神恶煞的打手，既然你们不讲武德，那就别怪我降维打击了。我举起碗，这次没有对准某一个人，而是对准了他们脚下的地面。大地母亲，施舍一点摩擦力吧。如果说之前的乞讨只是精神攻击，那这次就是物理规则的崩塌。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刘掌柜和他手下那块区域的地面瞬间变得比涂了10层油的冰面还要滑，冲在最前面的打手脚下一滑，整个人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势
向后仰倒，紧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，7、8个壮汉瞬间摔成一团，跌落汉似的堆在一起。刘掌柜因为太胖，惯性最大，直接从门口滑到了我的脚边，脸着地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好听吗？我蹲下身，看着摔得七荤八素的刘掌柜，好听就是好头。周围的食客爆发出哄堂大笑。刘掌柜挣扎着想爬起来，但地面滑得根本不受力，他像只翻了身的乌龟，四肢乱滑。妖法报官，我要报官！他凄厉的尖叫。我摇摇头，把碗伸到他面前。刘掌柜，你这么生气，对肝不好，施舍一点怒气给我吧。碗底微光一闪，刘掌柜那张长成猪肝色的脸瞬间变得平和起来。他眨了眨眼，眼里的凶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破红尘的贤者模式。算了。刘掌柜趴在地上，语气淡然。人生如梦，生意兴隆又如何？门可罗雀又如何？都是过眼云烟。他手下的打手们也都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家老板。老板，还打吗？打什么打？刘掌柜叹了口气，艰难地翻了个身。回去吧，我想静静。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刘掌柜带着人互相搀扶着，一瘸一拐地回了对面。醉仙楼当天宣布歇业整顿，老板据说要出家，我一战成名。我带着银子和烧鸡回到茅草屋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推开门，屋内没有点灯，一片漆黑。裴寂，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，黑暗中，一只冰凉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我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烧鸡差点飞出去。你回来了。裴寂的声音就在耳边，低沉沙哑，却没了之前的虚弱感。我摸索着点亮了油灯，灯光下，裴寂坐在床边，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穿在他身上，竟穿出了几分权倾朝野的气势。他看着我手里的烧鸡和腰间鼓鼓的钱袋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夫人今日收获颇丰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这病秧子有点不对劲，那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又来了。运气好，遇到了贵人。我打着哈哈，把烧鸡撕下一只腿递给他，快吃，补补身子。裴寂接过鸡腿，却没有吃，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王大娘疯了。我一愣，她跑去村口，见人就磕头，说自己是只会下蛋的公鸡。裴寂慢条斯理地说道。村里人都说是被你吓疯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我吸走了他的理智？不对，我当时只吸了声音和勇气。那是他坏事做尽，遭了报应。我硬着头皮解释。裴寂低笑一声，突然凑近我，那双好看的眸子里倒映着我慌乱的脸。夫人手里的那只碗似乎有些特别。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在那只破碗的边缘划过，能让公鸡下蛋，能让恶霸从良，能让死店复生。他抬起眼皮，目光灼灼。不知夫人能不能用这只碗替为夫讨一样东西？我警惕地抱紧了碗。讨什么？裴寂指了指自己空荡荡的胸口，嘴角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。讨回我被人夺走的帝王命格。那一瞬间，我手里的碗差点下掉了。帝王命格，这病秧子秀才拿的是废太子剧本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干笑两声。裴寂收回手，眼底的锋芒瞬间收敛，又变回了那个柔弱无害的病秧子。玩笑而已，夫人莫怕。他低头咬了一口鸡腿，但这鸡腿确实香。我看着他优雅进食的模样，背后的冷汗却还没干。直觉告诉我，这货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我可能不仅穿越到了一个玄幻世界，还捡了个史诗级的大麻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靠着破碗在县城混得风生水起。我不光在悦来客栈当财神爷，还拓展了业务。赌坊老板求我讨运气，青楼花魁求我讨魅力，甚至连县令的姨太太都偷偷找我，让我帮他讨县令的专宠。只要给钱，万物皆可讨。当然，我有底线，伤天害理的不接，而且每次乞讨都有冷却时间，用多了我会头晕。很快我就攒够了买房子的钱，带着裴寂搬进了县城的一座2进小院。裴寂的身体也在我的调理下一天天好了起来。我时不时会去药铺讨点药效加持在他的汤药里，或者去武馆讨点体魄转移给他。原本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，现在竟然能单手劈柴了。只是随着他身体的恢复，那个眼神也越来越危险。这天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就看到院子里站着几个黑衣人，他们对着裴寂单膝跪地，神态恭敬至极。主上，京中已乱，请您速速回京主持大局。我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裴寂负手而立，一身玄色长袍，虽然没有穿龙袍，但那股发逆天下的气势已经藏不住了。他转过头看到了我，那几个黑衣人瞬间拔刀，杀气腾腾地盯着我。夫人。裴寂挥了挥手，示意手下退下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替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鬓角，动作温柔，语气却不容置疑。收拾一下，我们要出远门了。我咽了口唾沫。去哪儿？京城。裴寂看着我手里的破碗。去讨债。去京城的路上，我才真正见识到了裴寂的手段。那些黑衣人叫暗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而裴寂果然是当朝废太子，当年被奸臣陷害，剥夺了太子之位，还被下了奇毒，扔到这穷乡僻壤自生自灭。现在老皇帝病危，几个皇子为了争皇位，朝野上下乱成一锅粥。裴寂要回去，拿回属于他的一切。可是你现在没兵没权，回去不是送死吗？马车上，我担忧地问。裴寂正在看书，闻言抬起头，指了指我手里的碗。我有你，合着我是你的外挂是吧？到了京城，我要怎么做？我认命地问。裴寂合上书，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很简单，我要你对着这大好河山乞讨，把他们的民心、军心、国运统统讨过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哪里是乞讨，这是要我把国库和人心都搬空。但我看着裴寂那张俊美无双的脸，又想了想这一路他对我的照顾，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。这单我接了，不过事成之后，我要当皇后，还要国库钥匙。裴寂笑了，这一笑如冰雪消融，春暖花开。成交。京城巍峨壮丽，却透着一股腐朽的气息。我们刚进城门就被拦住了，拦路的是当今三皇子的亲信，禁军统领赵虎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擅闯京城！赵虎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的马车。裴寂掀开帘子，淡淡道：“赵统领，别来无恙。”赵虎脸色一变，废太子裴寂，你竟然没死！随即他狰狞一笑，正好提着你的人头去向三殿下领赏，给我杀！